各位，欢迎你来到1号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有粉丝发爆料当然了，我这么多年来，我是劝了很多的想跑到国外来打工发财的人我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我相信呢，还是有一些人呢觉得国内呢现在工作不好找，太卷了想出来打工试试运气，所以呢他经常会关注这些资讯。他说在推特上一个账号公布了一个走线澳洲的人一个月能挣5、6万人民币呢。感情美国现在移民政策收得紧，走线美国不行了，又劝大家走线澳洲了是吗？我去看了一眼这个账号呢是一个精神病的轮子的反贼账号他登出来呢说一名中国男子说退伍回来以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个现成的事业编工作，月薪仅有3000元人民币。疫情期间工作不顺，就连房子也被拆了，于是他只身来到澳洲工地打工。不是，那疫情期间拆他房子是咋回事他说上个月的月工资呢约合6万6人民币，由于他比较节省，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花800澳元以前小城市工作每个月只能攒下1500，自己澳洲干一天等于小县城干41天，干1年等于小县城干41年澳洲干2年等于在小县城干一辈子。虽然很苦，非常艰苦，还要忍受孤独，而且放弃了每天都很闲的事业编，自己一点都不后悔。就是这个货咱们看看他怎么说的先大家好，我是山河。没想到把他也带过来了。今儿刚好回答我一个班长的问题。我班长问我来澳洲后不后悔，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当时5年退伍，有立功表现，所以说我是直接能通过任务专干走我们地方的一个事业编的。我之前一直想这个问题，最近我有答案了。这个是我上个月工资，总共的工资是13840刀。我们那个县城，当时我选那个岗位，每个月工资是280块钱，再加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公积金600-700吧，反正总的下来肯定不超过3500。我跟大家算笔账，我现在工资是13840刀，按照最近的汇率开始算的话呢，是4.86。总的下来，我上个月的总收入是67262。有人说，那你在澳洲，你赚澳刀花澳刀，你花的也多。我跟大家算一下我花多少钱。我每周的房租是120刀，一个月是500刀。我每天吃饭只花7刀有很多人在澳洲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花这么少？我就花7刀。我周末的话可能会花多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给它拉高一些，按我每天花10刀来算，一个月30天，我每天花10刀，那我每个月就花300刀。那500刀的房租再加上300刀的吃饭，那就是800刀。800刀就按5来乘吧，800乘以5等于4000。那这样的话，我减去4000，我不算4000，我算5000吧，花5000。所以说我上个月攒了多少呢？62262块钱。如果在那个事业编上的话，我每个月工资是2800，再加上什么公积金就按3500来算，我一个月吃穿住行小县城开支低但是我最低也要花2000块钱嘛，所以说我一个月能攒1500。那么62262除以1500等于多少？等于41.5。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这儿干一天等于我在小县城干41天，我在这儿干1年等于我在小县城干41年有的东西你不算不知道的，你算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数特别夸张。我在这儿干2年，我在那边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班长，我现在能给你一个很确定的答复，就是我不后悔。但是其实在这边也有一些不好，比如说你没办法跟亲人见面你得忍受孤独每天很累肯定不像我们那边事业编那么爽。但是没有办法，你既然选择这条路，你就得走下去，是吧？我现在是不后悔，我希望以后也能不后悔，好吧？谢谢大家。可能
有这个脑子比较好的朋友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啥问题啊？如果是在澳洲干工地儿的啊，这个钱应该是差不多啊。你要是在澳洲大力工，是吧？天天太阳底下这个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扛大个，砌墙是能挣1万多澳刀。但是他这个肤色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手细皮嫩肉的是怎么回事呢？这像一个在澳洲干工地儿的人吗？这家伙你看留着这个小辫子，那就不像一个他娘的正经人，是吧？而且呢，他还给大家说了，说我当初我是在部队立了功了啊，我还到中央电视台挂满了勋章去拍照了。各位啊，你们仔细看看这张照片啊，看出问题来了吗？谁家的武警能留这个大背头啊？啊，各位，中国哪个军种可以留这种小流氓的大背头？我再请问，那中央电视台后边的这些还都是显像管的电视呢，这个家伙这个岁数也就是个20-30岁，30多岁，对吧？啊，那中央电视台还用这显像管的监视器呢，这得是他娘的70、80年代的中央电视台吧？那个时候他还是液体呢，他爸爸还没有把他甩到墙上呢。太明显了，这就是个骗子啊！这就是个典型的骗子，还什么遭遇疫情工作不顺，家被拆了，他根本他就没在部队上待过，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再说了，你待5年就给安排一个事业编啊，他说他立功了，当然他说他立功了啊，这也不太靠谱啊，对吧？你要安排个事业编，你最起码你得是义务兵10年20年的，或者说是你是一个士官啊，这个上过军校的退伍才有可能给你安排个事业编。他说这一套全不靠谱，各位啊。那至于说那在澳洲真能活得这么滋润吗？澳洲我不知道啊，反正是有美国人在中国待过以后回到美国，他后悔了。I lived in China for 8 years, and after 2 years back in the US, I feel like I'm losing my mind. Just like a fish doesn't know it's wet, and a lobster doesn't realize when it's getting boiled. I don't think Americans realize the squeeze that they're getting put under. A house and a car used to be affordable commodities, but now you spend your entire life laboring to pay them off. In fact, you go to work just to afford the essentials that allow you to keep your job. It's turned into almost indentured servitude. And when I say this sort of stuff, I get a little bit of pushback. And what I want to tell you guys is that as someone who's lived outside of the American bubble, the suffering that we're experiencing in America is due to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which is really good news because we can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And so you might feel hopeless, but there's absolutely hope. We can change this and we can make it better. 美国的本地人都不同意这个小骗子的说法，那位说这个小骗子到底他是干嘛的呀？我还真去查了一下啊，这个货在中国抖音还真有号啊。那位说了，浩哥是说谁谁进去啊，瞪谁谁完蛋，他这个号也应该快没了，好吧？这个货
看了吗？叫山河的澳洲求生日记，那个粉丝呢只有4万人，看到了吗？哎，这个小片子全部的内容是啥呢？半工半读，全流程解析。下签证以后千万不要做这件事儿。女生来澳洲的最好的方式啊，你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一个在中国抖音的这么典型的中介小骗子，又骗人走线去澳洲呢啊，然后你把这个家里的积蓄啊，然后呢让他骗走了，然后到了澳洲也确实能偷渡过去，偷渡过去以后俩眼一摸黑啊，说我去工地儿吧，去工地儿你干上1天2天你就受不了了，然后再找他说我怎么没像你说的活得这么滋润呢？他说那你是吃不了苦，你别找我啊，你再找我他妈澳洲移民局举报你去。就是这种低级的小骗子，胆子还他妈挺大，还 P 图中央电视台了，这还不赶紧的把他收了，还等啥呢？中国的网络上骗子显然是太多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